最近有一条特别重要的消息，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。从2025年的8月8号开始，国家对新发行的国债、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。什么意思啊？给大家解释一下。你以前买国债、地方债拿到利息是不用交税的，但是从这个月的8号开始，新发行的利率债这些利息啊要开始交税了。具体怎么收呢？来看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如果是银行自己买债，要按6%的增值税来交。第二，如果是银行理财、私募基金、信托产品去买债，那按3%的简易税率来交。但好消息是啊，如果你是个人直接购买国债，还是会免税的。如果你通过公募基金持有债券，也不受这个政策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通过支付宝买的国债，或者是基金公司买的债券基金，那影响不大。但如果你买的是银行理财、私募信托那一类的理财产品，那它未来如果买新的债拿利息就要交税了，它的收益就会被打折。这条新规对整个市场有什么影响呢？一个字儿，就是卷。因为老的利率债还是免税的，新债要开始交税了，那机构呢肯定会偏好老债，抢着去买8月8号之前发行的那一批，所以很可能在短期内市场利率呢会被压下来一波。然后呢，新发的债券会用更高的票息来吸引大家认购，形成所谓的双轨定价，这也会对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啊。因为机构呢可能会减少对利率债的配置，资金就开始往信用债、高股息资产甚至是股票市场去分流。这不是一个直接能刺激股市的利好，但是确实会改变资金的去向。另外呢，别忘了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呀，还有一个关键的目的，那就是为了收税。财政部的测算，这一项政策一年大概能增加34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。以后每年发行那么多的新债，那这一块的税收呢也越来越可观。最后我总结一下啊，从8月8号开始，新发行的利率债利息要交增值税了。个人买国债、公募基金暂时不受影响，但是理财、私募等非公募渠道会被波及。债券市场呢可能会出现新老券的利差和波动。如果你近期呢准备配置债券类的资产，建议特别关注这个税收时点，别踩错了节奏。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最新的财经政策解读和个人大类资产配置的影响，欢迎加入我在知识星球的苏涵思想会。我是苏涵，下期见。